你方才说是我哥哥让你来接我的。是。那我哥哥呢？他说接我进京享福，这里有大宅子，有漂亮衣服，还有胭脂水粉等着我。没了，这些都没了。你哥哥被流放3000里，我受他之托，暂时照料你。什么？他为何被流放？因为他找死，3番5次行刺魏昭。魏昭，我知道这个狗东西。哥哥说他天生反骨，哥哥是替天行道。我哥哥真厉害。这位好看的哥哥，哥哥将我托付于你，想来你也是他最好的朋友。你尊姓大名？姓魏，名昭。不可能，我哥哥说魏昭长得青面獠牙，浑身流脓，能吓死大青牛。你这么好看，肯定不是他。我就是。我要是你，应当扒了我哥哥的皮，怎么还可能帮他照顾我？这就得问你那位好哥哥了。3000里，好远啊！我要去找他。你想得美，跟我走。你要把我带去哪儿？青楼，我要把你给卖了。魏昭，我卖身的钱归谁？自然是归我。归你也行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在我接客之前，你先陪我睡一晚好不好？我卖身的钱就当是给你的度夜费。你度夜费？香姑娘要睡主人，还给钱的那种，那主人不就成了？天性爱笑的他发出铜铃般的笑声，笑到一半，在魏昭刀子般的眼神下戛然止住。马车行驶到城内，在一座白墙青瓦的宅子前停稳。香姑娘请，此处是我家主人私宅。不是说好的青楼吗？老鸨呢？那些脑满肠肥的客人呢？魏昭啊，难不成你想让我做私娼？每次你外出，我就挂顶绿帽子，表示可以接客。当你在家时，我就将绿帽子收回，与你做夫妻。魏昭面沉如水，不愧是江千里的妹妹，小嘴抹了毒一样，回头定要收拾她。魏昭，不要直呼我的名讳。好吧，魏昭。你哥哥江千里实在不是个东西，我猜他流放途中不会老实，所以将你接来。他若犯事，我便折磨你。我接你来不是让你享福的，你想要的好东西通通没有，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求客而已。魏昭，你还搞连坐？哼，我就搞连坐。如果你哥哥老实些，我就不动你。你平日就待在院中，别想逃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可以去睡觉了吗？哼，去吧。一起吧。你陪我睡，我给你脱衣服。朱贤捂脸，魏昭忽然起身，揪起他的衣领，本想将人扔出去，哪知撕拉一声，衣领断开。魏昭，我是你煮熟的鸭子，你还怕我跑了不成？到了晚上，我任你为所欲为，但你别毁我衣服啊！总共就2套。公子，香姑娘的衣服又旧又薄，经不起你拉手，经不起拉扯。赔我衣服！哥哥，你在哪里？你从梧州来，那里盛产丝绸锦缎，你为何还要穿粗衣？我在乡下养了有10只芦花鸡，5只鸭子，2只大白鹅，养了大半年，被官差抓走，连个蛋都没给我留。我没力气种田，只能挖野菜吃，后山的野菜都快被我挖光了。你说这是为何？我天生爱吃野菜吗？你还要养鸡挖野菜？江千里俸禄不少，他没给你钱用？给了一点，可我还要接济瞎眼的老舅公，不够花。江千里这个废物，连妹妹都养不起。你别这么说，我哥哥做官前日子还过得过去，他长得英武俊俏，有富贵夫人图他身子，他便半夜陪宿，换我日日好食。朱贤大为震惊，请大公子安，大公子好气色呀。何事？明日老夫人办花朝宴，请了许多世交姑娘，也请大公子前去热闹热闹。你转告祖母，让她少拉屁条，积点德吧。大公子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老夫人是你的长辈，她这是关心你呀。我与祖母说过，婚事不劳她费心，她偏要撮合，这不是拉屁条是什么？难不成是人牙子，或是拐子？嬷嬷气得直叹，这大公子嘴毒起来六亲不认。嬷嬷讪笑2声，匆匆告退而走。夜间飘起细雨，暴雨不中潮，小雨却绵绵不绝，落在台阶上滴滴答答，直到天明。姑娘醒了，我们服侍姑娘梳洗。这
这就是囚徒的生活吗？主宅又派人来请魏昭，母亲横氏要他回去，并指明带上你那位漂亮的小姑娘。横氏的陪嫁婢女央求他：公子，夫人缠绵病榻，这几日才略好些，她总是挂念着你。好，我带她回去就是。你随我一道去见母亲。江一欢睁大眼：母亲，你这么快就带我见婆婆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是我母亲，在她面前不要胡说八道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这么漂亮，她肯定会喜欢我的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大公子请。儿子见过母亲。希光，你回来了。魏昭没理他，示意江一欢上前。母亲，她就是你要见的姑娘，江千里的妹妹。好漂亮的姑娘啊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江一欢学着魏昭的样子行礼。回母亲，我姓江，名宜欢。母亲，母子三人均愣住。魏昭磨牙：小呆子，你应当称她为夫人。你瞎叫什么？你母亲就没教过你礼数吗？你哥哥是重犯，老实点儿。夫人，你让他别骂我好不好？我从小就没有母亲，没有人教我这些。我哥哥杀魏昭的时候，我也不知情。莫怕，这事儿哪能怪你呢？外面有嬷嬷来请。大公子，老夫人在等你呢。希光，她到底是你祖母，你去向她问安，就当是替你父亲尽孝了。魏昭颔首对江一欢道：你同我母亲待着，我一会儿来接你。江一欢乖巧点头。别闷在屋里，我带你赏花去。江姑娘，你与兰儿年纪相仿，同她去玩吧。江一欢应是。此时魏老夫人院中，婢女嬷嬷们忙成一团。老夫人您别动怒，大公子不是故意的。他就是故意的。昭儿啊，你纨绔小盗，就不怕你父亲找你算账？父亲离京赴任，2年后才回来，祖母就等着吧。我是你祖母，便是打你骂你，那也是长辈之诚。为点小事，你记恨我多少年了？魏昭拂袖而去，傻子才听他训诫呢。行走到湖边，好像听到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：魏昭，魏昭，你在哪里？快来救我！回答他的是豆大的雨珠，凉凉的砸在脸上。魏昭赶到时，他的衣摆已经湿透了，嘴唇冷得发白。见魏昭出现，他喜极而泣：魏昭，你可算来了！楼梯口的门被锁了，我下不去。魏昭张开双臂，沉声道：跳下来。他担心自己找人走开后，这姑娘又要嚎叫。江一欢望着下面，腿有些软，但他还是翻过栏杆往下跳，心思要从胸口蹦出来。风声从耳畔划过，凌空感让他紧张到发抖，稳稳地落在魏昭怀里，温暖干净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他红着眼睛抱住魏昭的脖子：魏昭，他们害我！怀里的身体发抖，抱他抱得死紧。魏昭侧过头，静静道：别哭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你妹妹的朋友强拉我来这里，说要和我做朋友，却趁我不注意落锁后就跑了。魏昭没说话，带他去见魏芷兰。哥哥，我好心带江姑娘玩，她却骂你害她哥哥，她恨死你了。是吗？是，我为安抚她，便将她带去凌云阁关请，可她却对我发脾气，又哭又闹的。我怕惊扰客人，便将门锁住，本想请哥哥发落，哪知他却先告状。此事宾客与仆从皆可作证。你们呢？你们怎么说？回大公子，就是咱们小姐所说的那样。我再问一遍，果真如此？在开口之前先掂量好，骗我是什么代价？他没什么凶狠的表情，语气也算平静。方才还说得起劲的姑娘们都哑了，仆从也不敢吱声。江一欢将头枕在他胸口，闷声道：魏昭，我没骗你，我说的才是真相，你得信我。咱们的关系多特殊啊！我信。哥哥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哥哥是害人精，他也是，你怎么能收留他？要不你把他交给我，我来处置，好不好？你住嘴！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智慧，你就等着跪祠堂吧。魏昭着人将事情告诉横氏，便带着江一欢匆匆离开了。回到私宅，江一欢的精神松下来。魏昭，我还是喜欢这里，有吃有喝，也没人欺负我。我以后就待在你的牢笼里，哪儿也不去。魏昭还要进宫呢，他道：睡你的吧，方才在马车上，你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。我马上就睡，待我睡醒后，能不能得到一些漂亮的布料？不行，你是我的囚徒，是我的人质，别对我提无理的要求。魏昭走了，
哎呀，朱贤发愁了，江姑娘可真能惹事儿。宫中太极殿内库官呈上江南贡品，让皇帝过目。魏将军可有想要的物件？这些都是江南独有的，你不妨挑几样。多谢陛下，臣想要流光锦。皇帝有些意外，魏昭居然要布料，他何时稀罕过这些玩意儿？一共10匹流光锦，他竟赏给魏昭6匹。公主们傻眼了，就剩4匹了，后宫还有皇后、嫔妃，他们怎么分呢？到了晚间，魏昭，你回来啦！湿热的酒意更甚，他脚下打滑，重重摔在长满青苔的石板上。他喜爱青苔，素日都不让人打扫，没想到他还没想完呢，江一欢也被青苔滑倒，不偏不倚砸在他身上。这一下，魏昭后背生疼，前胸也疼。江一欢趴在他身上，男子身躯结实修长，还微微发烫，比床褥舒服得多。他用手扒着人家的衣襟。魏昭，你很热是不是？我给你扯开衣领，好让你松快些。魏昭愣住了，如厕回来的朱贤看清之后，拼命揉着自己的大眼睛。不消说，主人定然是被迫的，他最注重仪表，断然不会这么荒唐。但主人爱面子，如果他此刻上前，明年今日就是他的周年祭。不由想到就是当年大公子被质疑非魏家骨血，主君又在外征战，公子与横氏举步维艰，没少被老夫人搓磨。受流言所误，妹妹魏芷兰也不认他，当他是耻辱。直到大公子与主君越长越像，再无人质疑他的血统，误会是解除了，但大公子与老祖母有了隔阂，也不待见自家妹妹，只管埋头搞权势。人在幼年失去的，长大后会加倍找补。大公子容不得别人对他不敬，敢冒犯他者格杀勿论。这江姑娘自求多福吧。起来！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起来。魏昭被逼得用气音，江一欢趴在他胸膛前。啥啊？咋听不清楚呢？我给你带了流光锦。江一欢耳尖动了动，慢慢爬动。魏昭，魏昭，做什么？你凑近些，我与你细说。魏昭才不要靠近他呢。江一欢急了，扬声道：“我的肚兜被你扯破了，没法出屋子。别嚷！这种东西，你找朱贤要去。不行，每个人的尺寸都不同，我得量身定做。你还是给我布料吧。”魏昭才明白，原来他要漂亮布料是要做贴身衣物，怎么不直说呀？抬个手，6匹浮光锦被抬到江一欢窗前，江一欢激动的脸颊通红。好漂亮啊，就像月光流过，好光滑，好柔软啊，简直比魏昭的皮肤手感还要好。这些全归我吗？是，面料我给你了，你给我安分些。江一欢对魏昭愈发喜爱，叮嘱道：“魏昭啊，你下次别喝那么多酒。”魏昭想将他的头扭下来。放肆！你居然管我！在我们梧州，有个男子醉倒在路边，被经过的妇人轻薄，他有了阴影，成了断袖，对女人再也不行了。你说的那个人，该不会是你哥哥吧？才不是，我哥哥乐意被轻薄，他可以收钱嘛。魏昭啊，你晚上早歇会，咱们一道用饭。魏昭抬脚就走，哪有和囚徒一块用饭的？赶到魏府，他去见母亲横氏。大哥，你今日为何没带江姑娘？我知你并没有悔过之心，别在我面前装，怕轮不到你来欺负。哥哥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别瞧她呆呆的，其实很难缠。我是你亲妹妹，哪会害你？是吗？可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并没有妹妹。次日尚在迷糊间，就有人上门来看他。你来做什么？咱们不是恩怨两清了吗？我奉母亲之命接你去魏府住。那日的事情，哥哥与母亲骂过我，还罚过我跪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不去，我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喜欢我。主人令我守好江姑娘，并未说让她回魏府。僵持间，魏昭回来了，他身姿挺拔，如松如竹，就是眉宇间有点困意。一欢，你出来。江一欢与魏芷兰争相而出。哥哥，我来看你。魏昭，你那害人精妹妹跑来咱们家了。魏昭嘴角抽了抽，视线落在他披散的乌发上。我要陪太子去京郊东山住几日，朱显留下照看你。不行，我是你的囚徒，你得盯紧我。你没事就在家缝衣服玩，那么多流光锦还不够你折腾。我带着流光锦和你一道去。再闹，我就把你关在屋里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魏昭嗯一声，有些满意他的识相，顺手抚了抚他光滑的头发。此番情形落在魏芷兰眼里，更加不是滋味。问大公子安，老奴奉夫人之命来接江姑娘，
正好你外出，将姑娘交给夫人，你尽管放心。你愿意同我母亲住吗？愿意。你母亲好，但我怕你妹妹。好，淑贤，给一欢收拾东西，把她送到母亲身边。是，主人。你刚从乡下来，不懂规矩。老夫人，魏昭让我跟着他母亲，我是他的人，谁也不能安排我去别处。魏老夫人胸口起伏，小姑娘呆愣愣的，为何说话总能气死个人呢？罢了，你还是同恒氏住照月堂吧。好的，老夫人，我会常来探望老夫人。见他还算乖巧，魏老夫人气儿消了点儿，傻点也好，容易哄住。江一欢同恒氏回到院中，恒氏才道：一欢，你今天把老夫人气得不轻呢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他嘴边却带有笑意。鲜少见婆母如此憋屈，也是开了眼界。江一欢正色道：夫人你错了，老夫人非常喜欢我，她还冲我笑呢，虽然不太明显。是，她最喜欢您，我们都喜欢您。你去小睡一会儿吧。我得眯会儿。魏昭说我要多睡，才能长得像她一样高。他还没来得及去寝屋呢，女眷们就簇拥着来了。魏昭的堂妹问：哎，江姑娘，你怕不怕我大哥？他对姑娘们没耐心，要么冷着脸，要么让人家滚远点呢。不怕，他对我温柔大方。我说要布料，他就送我流光锦了，可漂亮了。什么？他给了你流光锦？能让我们看看吗？能啊，你们把我的布料抬上来。几大箱流光锦被抬上来，众人看直了眼。这有多少啊？听说今年统共才制成10匹呢。6匹，我让朱贤量过。众人驱着恒氏与魏芷兰的脸色，一下少了6匹流光锦给魏昭，他们母女一尺都没捞着。我与兰儿不缺这些，西光便全给了他。别说西光疼爱他，我也喜欢，有什么好东西自然紧着他。魏昭确实最喜欢我。我困了，魏昭说我得多吃饭多睡觉，多长点肉，他才更疼我。众人一言难尽，瞧这傻里傻气的模样，魏昭竟然好这口。江一欢转身进了寝屋，瘫倒在榻上。朱贤，这榻真大，魏昭和我同睡都绰绰有余。江姑娘，老夫人并不喜欢你，你别犯傻。我晓得，他凶得很，一点都不慈祥。那你还……他是老祖母，我总得顺着他吧，不然他骂我怎么办？姑娘别怕，老夫人不敢骂你，她有事要求大公子。什么事？她娘家人惹到了太子，被收押入狱，老夫人想请主人替她求情。没用的，老夫人求他没用。魏昭不补上一刀，老夫人就该念阿弥陀佛了。朱贤眼睛瞪得溜圆儿，江姑娘挺了解主人吧？3日后，魏昭何时回来？快了，就这2天。姐姐，我能不能出去玩啊？我一到京城就被魏昭给抓走了，好想出去看看。朱贤思忖一会儿，不能出院子的禁令是指在私宅，如今在魏府应当可以吧？见他松口，江一欢高兴的直蹦。吴州来的小村姑，上次是你害芷兰被骂，你哥哥是罪犯，你是狐妹子，你去回勾引魏将军，让他为你出头。才不是我的错，是你们先嘲笑我，你们还把我锁在楼上，你还掐我，掐得我手臂好疼啊！朱贤姐姐，我好害怕，我带你逃跑吧，我最会逃跑了。哼，有我在，你跑什么跑？那你帮我按住他，我掐回来。转变有这么快吗？裴念芳一听，哪里肯依？小狐狸精，你敢对我动手试试？我哥哥是刑部侍郎，我要把你们送进刑部大牢。你要送谁进刑部大牢？魏昭，我们好久没见了，我没有一日不再想你。你快瞧瞧，我是不是更漂亮了？魏昭嘴角微不可察的抽了抽。你这是又跟人闹上了？没吃亏吧？没有，我没吃亏。魏昭你最好了，朱贤也很好，但裴姑娘想把我送进大牢。哥哥，这次是他先对裴姑娘动的手。是裴姑娘先惹事的，她一见到我就说我是狐妹子，说我勾引你，我才叫朱贤按住她。魏将军，我在同他开玩笑，他却和你的手下殴打我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哼，他允许你对他开玩笑了吗？你见他笑了吗？这般难听的话，你为何不说给自己听？是的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我嘴笨，说不大清楚，还得是你。裴念芳想哭了，你还嘴笨，你太能说了。好了，念芳，别哭了。你瞧，他们才是朋友，我以后不同你妹妹玩了。你母亲倒挺好。你没惹我母亲生气吧？没有，你母亲和你祖母都喜欢我，他们抢着要照顾我，但我听你的，就待在你母亲身边。哼，还算懂事。上车，走吧。为何你能骑高头大马，我就要坐车？因为我会骑马，你会吗？
我不会，但你可以带我呀，我又不占地方。他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死死拉住缰绳。梁健等一干属下都在偷笑。魏昭不想丢人现眼，将他拉上来。满意了？我满意了。江一欢坐在马上，觉得自己威风凛凛。杨柳岸，千灯灿灿，流水漫，摇曳着梦的船。桥弯弯，星河一川，谁扶山铺流萤作笑谈。回到魏府，你为何要带他出门，还陪他惹是生非？他维护江宜欢是一回事儿，朱贤失职又是一回事儿。梁健朝他使眼色。回主人，江姑娘闷得慌，卑职便带她出去。裴小姐欺负她，我总得帮她吧。她在乡下受气，来了京城后，我还能让她再受气吗？闭嘴啊！别冲撞主人。朱贤，小呆子给了你多少流光钱，这就被收买了？朱贤张张嘴，主人怎么知道？吭哧半天。也不全为流光金，我乐意帮她，我富有正义感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正义，我就成全你，罚你3个月俸禄。朱贤哀嚎，为何要罚钱啊？他宁愿挨板子。到了晚间，魏昭起身去往寝屋，一打开门，却见榻上警备鼓起，他当即暴怒：谁？滚出来！是我。你不是在我母亲院中吗？为何跑来我屋里？是夫人把我送来的，她说我是你的女人，得服侍你。做我的女人？你做梦！别闹了，快睡会儿吧。我睡里面，你睡外面。魏昭想起上次被他轻薄的情形，怒道：我看你是弄反了吧？给我躺好。哦，好的。你睡你的吧，我一会儿来找你。我等你。睡到半夜，失眠的他有些不甘，凭什么江宜欢能一觉睡到天亮呢？去主寝摇醒江宜欢。宜欢，宜欢，告诉你个消息。江宜欢吓得打个激灵，惊恐道：大半夜的能有啥消息啊？你哥哥在流放途中逃跑了，周边全是深山老林，毒蛇猛兽多得很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我可怜的哥哥，他早就应该委身于你的，好好侍奉你。你哥哥委身于我？是啊，你不是也喜欢男人吗？谁告诉你我喜欢男人的？我哥哥在我们梧州都传遍了，你男女通吃，尤其馋的身子。魏昭愣住了，他半夜爬起来就是为了给自己找气受。江千里如此狡诈，怎么会有个傻呆呆的妹妹？裴念芳也被江宜欢气得半死，他去闹自家哥哥。哥哥，我被魏昭的人打了，你就不为我出气吗？你去咬死魏昭啊！他从前对魏昭的印象不错，但魏昭昨日当街斥骂他，他就恨上他了。裴景晨严肃道：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是刑部侍郎，不是狼。魏昭心狠手辣，仗着自己有7州兵权，连陛下都不放在眼里，他哪敢与他来硬的？京中恨魏昭的人太多了，不定哪天他就倒台了，耐心等着就好。江宜欢为哥哥的遭遇哭了好几日，躲在屋里黯然神伤，小脸更加消瘦。擦干眼泪之后，他去拖拉偏房里的魏昭。魏昭啊，你和我一块睡，榻上能睡好几个人呢。我睡中间，你和朱贤睡我左右。想得美！你倒是提醒我了，咱们换回来住。一个囚徒占了他的主寝，他却睡在小偏房，简直是倒反天罡，成何体统？让朱贤把江宜欢的东西搬到偏房，重新拿回自己的主寝。板起脸道：你老实待在院中，我有事要外出。魏昭，你别那么凶嘛！你要去哪里？别问我去哪儿，你管不着，你就是个囚徒。他走后，魏芷如才敢溜进来。宜欢，我带你出去玩吧，咱不叫芷兰，省得他欺负你。江宜欢对他印象尚可。好啊，你请我吃饭行不行？回头我找魏昭拿钱给你。魏芷如热情道：不用，我请你吃，赶紧出门吧。朱贤也不拦着，他欠了一屁股债，又被扣了俸禄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就由着江宜欢高兴吧。好巧啊，芷如，咱们今日既碰上了，就一道用饭吧。魏芷如不好服他面子，也就同意了。宜欢，你想吃什么啊？他点的我都喜欢。伙计，你去传菜。伙计慢着，我们再要2壶梨花雪。蓉蓉，你还会喝酒？还
还有人呢。哥哥，妹妹，我在这里，魏姑娘请客，你们都来啊！芷如啊，我还有2位妹妹与哥哥呢，人多多热闹啊。这可不行，男女有别，我们怎么能和外人一块用饭呢？哟，我差点忘了，那我让哥哥去隔壁间。魏芷如翻个白眼儿，没见蹭饭还带妹妹的。菜上来之后，江一欢吸吸鼻子，好香啊，是正宗的江南菜。姐姐，你吃。携起满满一碗菜递给朱贤，朱贤受宠若惊。多谢姑娘。江姑娘，你不能惯着下人，她如果也吃，芷如就要多破费了。你说的对，便宜占多了会遭雷劈的，但我不怕，你怕不怕？江姑娘真爱说笑。吃饱之后，她用帕子擦嘴，等着魏芷如结账。什么呀？除了你们3姐妹，我还要请你哥哥呀！芷如，我们这屋花费20两，你出一半，也就10两，另一桌的酒菜钱与你没有半文钱关系。魏芷如冷着脸，让婢女付了10两银子，拉着江一欢就走。江一欢不忘对伙计道：“我们的钱付了，剩下的归他们。他们若敢赖账，你就报官，我给你作证。”芷如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个大傻子。哼，他不傻，我请你们全家用饭才傻。走到马车前时，傅希荣追过来：“芷如，等等，方才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”江一欢一回头，见傅希荣与铁塔般的男子站在面前。哪个欺负我妹妹啊？啊，快站出来！是他，就是他挑拨我与芷如。傅希荣指使江一欢，朱贤心惊，傅家大哥强壮无比，他武艺虽好，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并没有胜算。朱贤恼了，飞脚踢过去，但傅家大哥力气太大了，没什么用。你们欺负人，让你多管闲事。京中不比乡下，今日就给你长长教训。江一欢眸光幽暗，抱住他的脖子咬死。我受够了！又拔下簪子，用力抵在傅希荣脖子上。大傻个子，你滚开，不然我就捅死你妹妹！众人都傻住，谁也料不到他会来这一招。傻大个子，等你跑回家后，我就把你妹妹放了。还有，把钱袋子还给芷如。东宫，魏昭在陪太子，太子比他小2岁，刚行加冠礼，性情十分温柔。他对魏昭大吐苦水：“你说姑该怎么办？7颗东珠，太子妃和良娣都想要，姑没法平分。殿下叫我过来，该不会就是为了这件事吧？”“是啊，姑愁着呢，让他们哪一个伤心，姑都舍不得。”“那殿下把东珠全给我，事情不就解决了？”“事情是解决了，但又有哪里不对？”“可是，殿下若是无事，微臣先行告退。”“你别急着走啊！姑听说江千里的妹妹在你手里，你没欺负她吧？”“当然是欺负了，不然我接她进京，是让她来享福的吗？”太子嗟叹：“魏少府真是嚣张啊！”走到闹区长街上，魏昭牵马而行。梁健低声道：“主人，你看。”一个傻大个子拔足狂奔：“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救妹妹！”这不是傅家那二愣子吗？他羊癫疯发作了。傅大人可真是好福气啊！梁健无语，人家就是愣了点儿，哪有羊癫疯啊？一到魏府，就见横氏守在大门外，慌慌张张道：“西光，一欢出事了。”“出了何事？他不是在家里待着吗？”“芷如今日带他出门，我本是放心的，哪知道他与傅家兄妹起了冲撞，身上还受了伤，你快去瞧瞧吧。”魏昭快步离去，魏芷兰心有余悸，大哥的脸色实在是可怕，当年他被打骂欺负时都没有这副形容。一欢，魏昭，你今天这么早回来啊？我脸有点疼。见他面颊红肿，魏昭阴沉沉道：“是傅家兄妹伤你。”“他们想占芷如的银钱，我不肯，傅家大傻个子便揍我们。”听他细细说来，魏昭不禁恼火：“如果当时傅二愣子不管他妹妹，你死的会有多惨？为了那点钱，值得吗？”“不只是钱，我在乡下种了棵樱桃树，果子成熟时，里长家的姑娘日夜逼我守着，不让鸟啄食，把完好的果子摘下来给她吃。我太生气了，那明明是我种的樱桃。”婢女愕然：“有这么欺负人的吗？”魏昭听得心酸，有点好笑：“这关傅家兄妹何事？”“因为他俩长得像我们里长的儿女，我在乡下讨厌的人，在京中都能找到相似的。”“傅家女儿呢？你有没有捅死她？”“没有啊，她就是脖子上流了点血，哭得跟鬼嚎一样。”“除了脸，你还有哪受伤吗？”“后脑勺，还有膝盖也磕着了。你看。”他将裤腿拉上去，魏昭本想避开，又暗骂：“他有什么不能看的？”匆匆扫过一眼，膝盖处青青紫紫，印在雪白的肌肤上格外醒目。“你受委屈了。”
明日我带你去报官。报官有用吗？我们梧州县衙的官差只会偷鸡摸狗，从来不会为民做事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我亲自报官，你说有用吗？江宜欢愣了愣，给他鼓掌。你肯定行，在我们梧州，大青牛听到你的名字都不敢吃草了。魏昭磨磨牙，这是在夸他吗？江宜欢小心道。朱贤伤的也不轻，我打听过了，你扣了他3个月俸禄，我少吃点饭，你别扣他俸禄行不行？你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想干涉我管理属下？江宜欢闭嘴，好像是有些说不通。到了晚间，江宜欢脸颊疼得厉害，哼哼唧唧的睡不着觉。魏昭去哪里了？你们叫他过来陪我。我们哪敢打听将军的去向，他好像出去了。魏昭，魏昭，你来管管我，我是你的囚徒。魏昭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小呆子，你叫会儿呢。他推开门，手上拎着小竹筐，上面盖着绿叶，露出鲜红的果实。这是樱桃吗？尝尝。樱桃皮儿薄肉厚，鲜红的可爱。江宜欢捻起一颗放进嘴里，好香好甜啊！不行，我得喂给我最喜欢的人。几颗樱桃而已，这么没出息啊！他闭上嘴，可不能让他喂。江宜欢拎着樱桃篮，敲响朱贤的房门。朱贤姐姐，我来给你喂樱桃。哎呀，我正想吃这口呢。好妹妹，你快进来啊！魏昭几乎要恼羞成怒了。次日天蒙蒙亮，他就将江宜欢从榻上拉起来。起来，我送你去大理寺。为啥要去大理寺？你忘了，你犯案了，我得报官，把你送进牢里。那还是别了吧，我喜欢留在你身边，我给你当牛做马行不行？不行，跟我走。魏昭让婢女给他穿上衣服，强行带他上马车。赵府城，我来报官了。报官？哎呀，魏将军、魏侯、魏国相、魏少妇，你要告谁？我要状告裴家女儿以及傅家兄妹，他们寻衅滋事，公然殴打我府上的人。什么？他就是受害者，让他与你细说吧。大堂门口高高悬挂着代表正义的谢志神兽，江宜欢的委屈全部都涌上来，把裴念芳与傅家兄妹是如何欺负他的原原本本的说来。赵青天，我终于见到活的青天了。与你相比，我以前见到的官员都是僵尸，请大人为我做主。你好好哭吧，别再说话。江宜欢眼泪在打转，魏昭也抬眸，阴沉沉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不，我是说江姑娘，你别哭了，你哭得我怪不落忍的。我是守法之人，遭遇不公后，首先想到你们大理寺，可别让我失望了。赵志杰在心中问候魏昭祖宗10000遍。回去的路上，江宜欢捧着脸。魏昭，昨天的樱桃哪里买的？我还要。东宫，今年最早成熟的一批果子，别人献给太子的。他昨日听江宜欢提及樱桃，便去找太子要，太子也就一筐，可怜巴巴的被他给弄走。那还能再要点吗？不能，你最喜欢的人太能吃了，我养不起。昨日朱贤忘乎所以，把大半筐樱桃吃光了，江宜欢都没吃到多少。江宜欢从怀里摸出流光锦手帕，里面裹着几颗又大又圆的樱桃。没想到吧，我还藏了几颗呢。哼，你还知道给自己留几颗呀？倒也没傻透。很好吃的，你也尝尝。江宜欢捻起一颗樱桃递到他嘴边。真不吃吗？这几颗是这一筐里最好的，我特意给你留的。你怎么不全给朱贤啊？朱贤为我受伤，得让他多吃点，但是最大最红的我得给你留着，最好的东西我都给你。你要是不吃，我就自己吃了。魏昭迅速捏住他的手腕，牙齿轻触间，鲜美的果味弥漫口腔，酸中带着丝丝甜意。从来没有人将最好的东西留给他过。父母孝敬，将最好的东西留给长辈。后来有了妹妹，最好的东西要留给妹妹。他想要的，从来只能自己去争去抢，没有人会给他留。魏昭忙碌到深夜才回来，他有些发愁。白日接到消息，江千里流放途中逃至深山老林，里面全是毒蛇猛兽，与他前几日骗江宜欢的一样。如果江千里真的死了，江宜欢会不会哭死啊？门缝里掉出一张纸，上面歪歪斜斜写着他和江宜欢的名字。不消说，肯定是江宜欢写的。端详半天，还挺丑的。梁健低声道：“将军，晚上看字伤眼，你还是收起来吧。”你懂什么？他写的字儿大，才不伤眼呢。
梁健暗道：行行行，你高兴就好，哼，怪我多嘴。魏昭抚着纸上的大字，原来江宜欢是这3个字啊，他还以为宜是相宜的宜呢。晨间，江宜欢睁开眼，婢女唤他：江姑娘，将军请你过去用早食。江宜欢欣喜不已，来京城这么久，魏昭还是第一次同他用饭。魏昭今日格外温柔，给他盛碗碧梗米粥，问道：昨夜睡得好吗？他趁机摸上魏昭修长如玉的手指，贼兮兮道：我睡得很好，你呢？我睡得也好。魏昭抽回手，怎么像是被占了便宜？其实他动不动就惊醒，生怕被仇家刺杀，不敢睡得太死。江宜欢却道：你眼睛里有红血丝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觉得很累，想辞官离京，躲去深山老林里喂野兽。你要不要和我同去？吴魏昭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树敌太多，要是没了官职，还没等走到深山老林呢，你就会被仇家砍成肉泥的，我都没法给你收尸。实在不行，你就起兵造反，谁的鸟气都不受。魏昭一阵无语，见他承受能力这么强，放心大胆把江千里的事情告诉他。这次是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你哥哥真的可能会死。我可怜的哥哥，魏昭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还得哭2次。他难过的吃不下饭，推碗含泪离开饭桌，五彩斑斓的衣服都黯然失色。魏昭十分后悔，要你多嘴，要你多嘴。江千里死就死了，一直瞒着他不好吗？回到寝屋的江宜欢哭得天崩地裂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朱贤，傅家兄妹呢？他们就不来给我道歉送银子，只有银子才能缓解我的痛苦。放心，跑不了的，主人是属王八的，咬死不会饶过他们。江宜欢在屋里哭得起劲时，魏老夫人唤他过去。他娘家侄孙还在大牢里，5日后就要行刑。娘家弟媳妇差点哭晕，跪下来求他帮忙，不然就死给他看。魏老夫人没了办法，只能走江宜欢的路子。他扯出笑容：宜欢啊，我待你不错吧？老夫人待我极好，不用我5更天请安，也不用我沾着侍奉用饭。虽然老夫人惯会琢磨儿媳妇，让他们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犬晚，但没用在我身上。老夫人是真心喜欢我。魏老夫人和众儿媳们听了这话，都僵在原地。你个小姑娘，这些话是从哪儿听来的？是不是横氏他们说的？一群乱嚼舌根的东西！原来你们平时对我那么大意见。还是冤枉呀，母亲！老夫人别误会，这些是我自己瞧见的，与他们无关。你诚心气我吗？别仗着赵二宠你就无法无天，我才是这个府里的主人。老夫人，你别这么大声，你别瞪着我，一点都不慈祥了呢。你真不愧是赵二的人，气死我也！老夫人消消气，生气多伤身体啊！想让我不生气也容易，你去和赵二说，让他去救他的表兄。这不可能吧？魏昭正直无私，从不徇私枉法。你还没和他说，怎么知道不可能？你让他去，他都不肯。我说他能听吗？你倒去试试啊！别叫我白疼你。好吧，那我去和他说说。好孩子，等这事儿成了，我给你们操办喜事儿。多谢老夫人。江宜欢行了个礼，走了。魏芷如拔脚追上他。宜欢，你别犯傻，我大哥是不会帮祖母的。他虽然喜欢你，但也有脾气的。他不便将堂兄与祖母的嫌隙说出来，堂兄也未必愿意让江宜欢知道。男人嘛，都爱面子。江宜欢点头，我知道了，多谢你。魏芷如探着脑袋望向魏昭的寝屋。宜欢啊，我大哥多久在你房里歇一晚？他从没在我屋里歇过。这怎么行呢？你无依无靠的，还有犯了案的哥哥，你得抓住我大哥啊！早些给他生个孩子，才能站稳脚跟呢。生孩子？我要怎么做才能和他生孩子啊？你们得睡在一起啊，然后再睡，使劲睡，就能有孩子了。江宜欢握住他的手，郑重道：芷如，多谢你，你才是我真正的朋友。江姑娘，你可别乱来啊！等你和主人两情相悦时，他自然会和你睡。我就不能先睡他，再和他两情相悦吗？把他睡开心了不就怨了吗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顺序？朱贤想哭，他能说不是吗？谁敢试着说服魏昭啊？魏昭上朝时心不在焉，下朝后被皇帝留下来。爱卿可有心事，不妨与朕说说。魏昭想到哭泣的江宜欢，回道：江千里流放途中逃走了。什么？竟然给他逃了？你当初真该一刀杀了他。爱卿啊，你呀，还是太善良了。我呸！
魏昭这个小狼崽子！魏昭平定冀州有功，战绩卓绝。为了安抚这位年轻的朝臣，也是为太子拉拢他，他便立魏昭为太子少傅。哪知魏昭拥兵自重不说，还愈发嚣张。江一欢在家里等了2日，未见魏昭踪影，急了。魏老夫人更着急，大孙子不回来怎么行呢？还有3日，他的侄孙就要被砍去双手。打听到魏昭住在东街私宅，赶紧叫来江一欢。孩子，男人多日不回来，说明他的心野了。江一欢小脸上满是惊恐，他不能没有魏昭。老夫人，我要怎么办？你这么漂亮，他哪舍得不要？我来给你打扮，你去找他。魏老夫人虽然刻薄，但穿衣打扮的眼光不错，让魏芷兰献出她新裁好的夏衣，又拿出压箱底的首饰，亲自给江一欢打扮搭配。众人对着江一欢惊叹：这么漂亮！他底子好，就是不该穿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，扰乱了他的好颜色。老太婆，你懂个屁！江一欢抬抬手腕上的南珠玛瑙。老夫人，我原本以为你很抠门呢。快走吧，别叫其他女子钻空子。朱贤义不容辞，带着江一欢前去。东宅管事给他们开门，笑道：朱玄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主人在后院处理事情。这位是？老伯好，我来找魏郎。魏郎？就是魏昭。管事擦擦额头上不存在的汗，他好像知道这位是谁了。姑娘请去偏厅等着，我去通传将军。不必，我直接去找他。不，姑娘你千万不能去，真不能啊，真不能啊！姑娘，魏昭。魏昭转过身，院中站着数十位男子，下身只穿薄裤，上身全裸着，露出强悍精壮的身躯，那力量感，江一欢眼睛发烫。这大白天的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男子们惊呆了，将军院中怎么会有女子？他不是不近女色吗？你们发什么愣？还不快把衣服穿上！男子们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，被漂亮姑娘看了身子，他们也怪不好意思的。你怎么闯进来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连家都不回，我从早等到晚，再从夜里等到天亮，他就要哭了。我不就是才2日没回吗？他其实鲜少回魏府住，也就是最近江一欢在魏府，他才日日回的。江一欢气鼓鼓道：2日，那也很久了。底下中副将插嘴：姑娘说的在理，将军得多回去瞧他，他才多大呀？你好高啊，得有9尺吧，跟夫家那个二愣子差不多高。回姑娘话，我9尺2寸。方才你们在做什么？是不是你家将军让你们脱光衣服？他厌烦了我，喜欢你们。魏昭，你没养女人，倒养起了男人，我的命好苦啊！姑娘误会了，我们是他的副将，分别从齐州过来汇报军务，许久不见，便切磋武艺，热了脱去上衣，让姑娘见笑了。真的吗？真不是魏昭想看你们身体，你们没搞断袖？魏昭谴责地看着他，中副将几乎是用吼的。没有，他哪会稀罕我们这群大老粗？他只稀罕你。对，将军最稀罕你，方才他还不耐烦呢。行，那你们把衣服都脱了，再让我瞧瞧，我方才没瞧仔细。众人憋笑瞧向魏昭，他们不介意，就是不知道将军介不介意啊。魏昭沉着脸把江一欢拎走，一路拎到内院。我跟你说过，让你别管我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笑我？之前有副将儿女情长，他还训斥人家没出息，鄙视人家好久好久。听他声音极冷，没有一点笑意，江一欢有点慌。我就想让你陪我，见不到你我还怕。你怕什么？朱贤又跟着你胡闹，赶紧让他带你走，别耽误我办事儿。他收到消息，皇帝派了细作去他掌权的州，妄图找个理由架空他的兵权，他哪肯依呢？江一欢怕了，他不再连累朱贤，忙垂下头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胡闹，你别罚朱贤，是我逼他来的，我马上就走。他眼泪在打转，魏昭无奈。你别哭啊，我又没说你什么。你好凶啊！朱贤说隔三差五就有人杀你，我怕你死在外头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？他哭得伤心，发饰也乱了，衬着柔嫩如新雪的脸颊，可怜又可爱。见他这般形容，魏昭的心像是泡过醋，酸得发涩。别哭了，过来。不过你再不过来我就……你就打我是吗？哥哥，你
你在乡下被人欺负时，是不是也很伤心啊？他们再怎么欺负我，我只会生气。但你只要对我凶一点点，我就很伤心。魏昭神色怔忡，仿佛想起了什么，柔了声音：“好了，我不罚诛仙就是。你怎么换了衣服？你那五彩锦衣呢？”江宜欢将魏老夫人托他办的事情说来，魏昭神笑：“都找上江宜欢了，真是狗急跳墙啊！”你想让我帮他吗？我就是传个话，决定权在你。你不肯帮老夫人，肯定是她惹过你。以德报怨不是你的做派，也不是我的做派。我祖母没给你气受吧？江宜欢摇头，哪能呢？横是说每次他一开口，老夫人都要心梗上半天。魏昭啊，咱们今晚一起睡好不好？这样我才踏实。江宜欢是晓得蹬鼻子上脸的，魏昭嘴角抽了抽，把他抱到床上。睡你的，我还有事。他回到正厅，召副将们过来。曹参将挤眉弄眼，笑嘻嘻道：“嘿，将军何处得来美人呐？比画上仙女还好看。”江千里的妹妹，就是那个差点杀死你的江千里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将军，你弄错人了吧？她与江千里哪像兄妹啊？他们哪都像，尤其是能气死人的那张嘴。我不信，绝对是你弄错了。你爱信不信。说回正事，江州怎么样？多久能拿下？不容易，江德太子对江州军民有再造之恩。自从张德太子死后，江州便与朝廷对着干，不服管理。此事明日再议吧。众人都笑了，将军是坐不住了。他们下次来是不是就能喝上喜酒了？晨间，江宜欢被魏昭从榻上拎起来。走了，我带你回去。江宜欢睡懵了，钻进他怀里。回哪儿？魏府。二人回到魏府，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江宜欢居然能把魏昭给弄回来。昭儿，宜欢和你说了吗？说了。魏昭给江宜欢解开快要散开的头发。那你怎么想的？你都让他去找我了，我还能让他白跑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肯向太子求情？是。好，我总算没白疼你们。魏老夫人激动极了，她在娘家的面子保住了。江宜欢不舍道：“老夫人，你给我的衣服首饰要收回吗？”魏老夫人是想收回的，但当着魏昭的面儿，她哪能呢？你留着吧，回头我再送些于你。老夫人待我真好，我来府上这么久，你还是头一次送我东西。魏老夫人心情好，不与他计较。魏昭，我们回院子吧。好。她漆黑柔亮的头发垂至腰间，裙裾如花般绽开，与魏昭的玄色袍角纠缠在一起，看愣了众人。真是宠得很啊！直呼魏昭的名字，魏昭也不恼。魏昭没有食言，连夜去找太子，让太子对老夫人娘家侄孙网开一面。少妇怎么个开法？杖责50，罚银1000两，服徭役3年。姑当初就是这么判的，是你非要废他的双手，这事又绕回来了。先攻心，再罚身。真有你的！你表兄听到要废去双手，大小便都失禁了，在牢里整夜嚎叫。哼，胆子小成这样，还敢冲撞殿下？3日后，今日略有些热，江宜欢坐在院中缝着一件男装，朱贤给他端来燕窝。姑娘这是给谁做的？给我哥哥，我梦到他了，他让我等着他，他会回来找我的。江姑娘好，老夫人要姑娘准备下，明日带姑娘去王尚书家的碧螺宴。碧螺宴？碧螺又是什么？回姑娘就是带馅的饼子，每家都会带上一种去赴宴，主家会准备樱桃馅的。好啊，我去。江宜欢咽口水。到了王家，江宜欢悄声道：“老夫人，他家宅子小好多啊，旁边还有邻居。王家不能与魏家比，昭儿多能干。”王夫人凝在厅中，见到江宜欢，眼前一亮。好个标致的美人啊！这是昭儿的意中人。你带江姑娘去玩吧，别与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做了。夫人才不老，夫人就像园子里的芍药。王家姑娘抿唇一笑，领走江宜欢。姐姐，你看啊，那男的是谁？王家姑娘脸微红，低声道：“他是崔丞相家的公子，擅长作诗。”他们含笑凝望，欲说还休，像是互有情谊的璧人。王姑娘变了脸色，江宜欢疑惑道：“这不是古诗吗？我在学堂偷听过，崔公子和姑娘搞奸情时还背诗啊。”
王姑娘一阵无语，对面男女察觉有人靠近，看过来。王姑娘生气了吗？我与崔公子只是在对诗，你们明年就要成亲了，可不能有误会啊。我们走，别理会他们。王姑娘，你们这么一走，可就陷我于不义了，必须得说清楚啊。王姑娘性情虽然温柔，却也有几分烈性，用力地甩开他。崔景之，你别愣着，快叫他上来啊！崔景之也想，但他动不了，腿抽筋了。徐姑娘还在拼命扑腾。救我！王姑娘急得大喊，但仆从们都在宴厅侍奉，一时没人过来。江一欢也找不到朱贤，八成又去如厕了。见王姑娘快急哭了，他纵身跳进去水里，先救起徐姑娘，再救起崔公子。等朱贤赶到时，江一欢累得脸色发白，倒在岸边不起，身上披着王姑娘的外袍。宴厅的魏老夫人听说之后，差点蹦起来：老天爷呀，就不能让他消停会儿吗？暴雨滂沱中，魏昭回来了。他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魏老夫人心惊不已，赶紧对他起誓原委。大夫说一欢无碍，发场汗就好了。还有，他今日吃多了，碧螺吐出来了不少，这才显得虚弱的。老夫人，碧螺的事情不必提。魏昭，我今天交到了朋友，是王家姑娘，我还救了崔公子和徐姑娘。虽然我不喜欢他们。你与他们很熟吗？为何要冒险救他们？我大江大河都游过，王家的小湖不算什么，不能看他们淹死吧？我有把握救上他们。你个呆子！他们掉湖里淹死是他们自己的命，你不能冒险。西光，你别吓着他了。我才不怕，魏昭就是嘴上凶。见榻边满满的一碗药，魏昭板起脸。你没喝药？我不喝，好苦。喝了。江一欢不敢拒绝，喝完之后苦着脸道：咱们走吧，我不要睡在这里。魏昭也不情愿他住在别人院中，给他裹严实，抱起他就走。恒氏追在后头。西光，地上湿滑，你们慢点走。恒氏，你留下来侍奉我。路上雨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江一欢道：魏昭，你母亲又被你祖母留下了。你说什么？魏昭没听太清，江一欢大声吼：你母亲被你祖母搓磨。你方才说我祖母搓磨我母亲，她怎么敢？我观察很久了，你母亲脸色总是苍白，夜间也睡不足，她不告诉你，可能是怕你担心。魏昭抿了抿唇，他每次问母亲近况，母亲都说很好，祖母不再找他麻烦。时间久了，他不再多问。江一欢抱住他：你陪我睡好不好？芷如说，男人得多歇在女人房里。芷如，他怎么对你说这个？他说咱们要睡一起，我才能生孩子。他要生什么？陪我睡嘛，我最喜欢你。江一欢蹭他脸颊，魏昭堪堪避开，冷笑：哼，你最喜欢的人不是朱贤吗？我最多排第二。啊不，你还有你哥哥，我撑死排第三。哼，你最喜欢的人不是朱贤吗？我最多排第二。啊不，你还有你哥哥，我撑死排第三。不一样，你与他们不一样。魏昭心气儿稍平，等着他解释哪里不一样，却见人家打了个哈欠，趴在他怀里睡着了。他不由得失笑，这快速入睡的本领真让人羡慕。到了晚间，小姑娘裹着被子睡得正香呢，活像个大蚕蛹，鼓鼓的可爱。他犹豫片刻，躺在她旁边。大蚕蛹猛地惊醒，使劲地打他的脸。你是谁？我打死！是我，魏昭，我来陪你睡觉了。江一欢抄起瓷枕，朝他脑袋上砸去。滚开！你是假的，魏昭才不会半夜爬床。天亮之后，他唤来朱贤，心有余悸。姐姐，我昨晚半夜做梦，梦到魏昭偷偷爬我的床，定是我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他才不是登徒子呢。朱贤拼命忍笑。昨晚半夜，主人狼狈逃出江姑娘的屋子，脸上还有巴掌印儿，额头也肿着。主人对他下死令，承诺给他补3个月俸禄，让他别把真相说出去。哎，他一下子就屈服了，毕竟是3个月俸禄啊。魏昭一大早就去了恒氏院中。母亲，你身体虚弱，应当静养。我去与祖母说，免了你的早安礼。你的心意，母亲知晓，可我是长媳，礼数要做足的。魏昭有点恼火，他有能力让母亲过得舒服，他却不成情。母亲，祖母见不到你，她又不会死；见不到任何一位儿媳，她都能活得好好的。恒氏无奈，儿子这张嘴，婆婆听到还不得气死啊！
西光，你额角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有些红肿啊？没什么，不小心磕到了。恒氏不禁纳闷，儿子额角的伤口好像从前他被人欺负时用石头砸出来的，但如今还有谁敢砸他？魏昭抚着额角道：母亲，我打算让一焕管铺子，让他有点事做，省得他整日胡思乱想。这是他后半夜睡不着想到的主意。呆头鹅对他心思不纯，干脆给他找点事情做。恒氏惊诧：管铺子？你打算让他管哪间铺子啊？药材铺吧，他会挖野菜，应该懂药材。恒氏思忖一会儿道：倒也可以，我后日带他去吧。魏昭想起昨晚被痛揍的情形，母亲，今日就带去吧。得赶紧转移江一欢的注意力，抵消他昨晚的记忆。恒氏应下，魏芷兰从屏风后绕出来：母亲，你真要带他管铺子？你该嫁人了，我还指望他给你多添妆呢。姑娘的嫁妆一部分由宫出，还有一部分靠父母兄长添妆。哥哥为何不能原谅我？我是欺负过他，但江一欢给他惹过多少麻烦，他还不是照样宠着他，揍着他？我就是想不通。想不通就别想了，母亲会想办法的，让他多给你添妆。得知自己要管理妆铺，江一欢懵住了。3日后，我带你去买些喜欢的物件去。前方有辆马车冲过来，有人喝道：避让，避让！是三皇子。三皇子已瞧见江一欢，眸光一亮：哎呦，好个鲜嫩的小美人啊！姑娘，方才你受惊了，我请姑娘到茶楼闲话几句。我不去，你走吧。你这脾气倒有点意思，本王请你，你不去也得去。朱贤护住江一欢，沉声道：三殿下，她是江千里的妹妹，也是我家将军的人。三皇子更有兴趣，江千里的妹妹，魏昭的爱宠，切，有意思呀！他大力去拉江一欢：来呀，美人，我与你哥哥是朋友，跟我走吧。三殿下，请你自重。把这辆马车给我围起来。三皇子嗤笑，回头叫护卫。他带有精锐护卫，朱贤与恒氏带的人不是对手。再说了，对皇族动手那是大不敬之罪。三殿下，我跟你走，你别为难他们。与其让朱贤挨揍之后，他再被三皇子强行带走，不如现在就跟三皇子走。你倒识相，告诉你家主人，江姑娘情愿跟着本王。朱贤明白，江宜欢这是在替他们争取时间，他不能逞一时之快。你以后就跟着本王。我与你哥哥是好朋友，你哥哥是条汉子。他伸出手欲摸江宜欢的脸颊。你生得美，也有趣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就不为难你。马车突然停下来，猛颠2下。是三弟啊，你当避让姑的车驾？啊，太子殿下。江宜欢耳尖一动，朱贤说过太子与魏昭关系很好，他掀开车帘。太子救我，我是魏昭的人，我叫江宜欢。三弟，你马车里藏了个姑娘，她在向姑呼救。啊，太子听错了，他在同我玩闹，我们这就走。太子殿下，我是他抢来的，救我啊！三弟，他分明是在呼救，你还敢瞒我？她是我桥上的姑娘，太子待如何？她是少妇的人，你就不怕吗？乔太子这话说的，你懦弱无能那是你自己的事，我才不怕他呢。他示意车夫走，太子再好的脾气也受不了，沉下脸。给姑拦下他！姑知道你是少妇，对不起你，她不该将你从乡下接来，你想哭就哭吧。塞给他一方干净的手帕，或许是因为魏昭的原因，他对江宜欢格外有好感。江宜欢不接。魏昭没有对不住我，我在乡下受的欺负更多。因为他是弱者，因为他无力反抗，稍稍比他强一点的人都敢欺负他，获得凌虐的快感。长这么大，除了哥哥与老舅公一家，只有魏昭会保护他。太子将江宜欢带去东宫官署，找到魏昭。江宜欢忍了一路的眼泪全都涌出来了。魏昭，少妇，这事你别管，姑让父皇罚三弟。魏昭用衣袖给江宜欢擦眼泪。我知道了，太子殿下请回吧。太子哪敢回去啊，他得跟死他。江宜欢抱着他不撒手。你陪我回家吧，要不那边我也不大顺利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让你高兴下。皇家跑马场，三皇子失了美人儿，正意兴阑珊，纵马发泄不满。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将太子拉下马，再废了魏昭的兵权。魏昭将江宜欢交给梁健，他背上箭囊，策马过去。这，三殿下，魏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居然来得这么快！魏昭不答话，面容沉静的搭弓引箭。我是陛下亲子，一品亲王。三弟，
你强抢民女，伤及东宫，不仁不义，不孝不悌。魏少妇是在替姑教训你。哼，太子殿下，没那么复杂，我就是想揍他，还用找理由吗？太子和三皇子都愣住了，江一欢傻住，魏昭将他拎上马。不哭了，行不行？我不哭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彭氏在魏府急得团团转，见他们平安归来，才松了口气儿。得知魏昭射伤三皇子，一口气儿又憋回去了，战战兢兢道：“西光，王夫人他们上门答谢一欢，在你祖母院中等着呢。”一欢手擦破了，不便见客。彭氏头疼，婆婆要是知道这事儿，不定什么反应呢。到了晚间，睡吧，没事了。我不敢，三皇子太可怕了，他的眼神好像吃了我，他还想摸我的脸。魏昭怒火更甚，这道德沦丧的东西。江一欢偷偷瞧他，你额头怎么肿了？磕到哪里了？被呆头鹅砸的。江一欢不认为自己是呆头鹅，便没往自己身上猜。你陪我睡一会儿好不好？就一会儿。魏昭犹豫了一下，躺在他身边。江一欢立即笑了：“我是不是给你惹了大麻烦？”没有，一点都不麻烦。没将三皇子弄死，算便宜他了。魏昭揉了揉他的眉心，睡吧。他爬到魏昭身上，四肢并用，缠住他。我要睡在你身上。你起来，我警告你，别太过分。小姑娘十分柔软，还不大小事，她不敢动弹分毫。我不起，除非你答应给我大珍珠。裴定芳鞋子上就有珍珠，我也要。魏昭苦笑，小呆子方才还怕得要死，这会儿全抛到脑后了。额角红肿处落下温热一吻。你疼不疼？魏昭的手滑进他衣领里。你胸口没受伤吧？要不我也给你亲亲。你别动。那我的大珍珠呢？他身体往下滑了滑，用力地攀住他。魏昭屈紧手指，额间有了薄汗。给你，我会给你。就给他太子那7颗东珠吧。朱贤守在外面听墙角，屋里两人已经待了1个多时辰，开始还有低语声，后来什么都听不到了，应该是睡着了。捧着脸满足道：“啊，主人终于如愿爬上了江姑娘的床了。咱们将军这次不用挨揍吧？”“不至于，他要是挨了揍，早就跑出来了。梁健，主人射伤三皇子，陛下会不会罚他呀？”“你最近陪在江姑娘身边，大概不知晓军中发生的事情。”“军中发生何事了？难道是陛下架空了主人的兵权？”梁健摇头，恰恰相反，陛下要慌死了。三皇子哭诉：“父皇，魏昭他怎敢伤我？我是亲王啊！他怎么敢？你说他怎么敢？”劈头砸下几封信报：“灵州、双州已归魏州，这个小狼崽子。”三皇子尾椎骨攀升出一股森森的寒意。魏昭已有7州，加上这2州，他共掌有9州。皇帝沉痛道：“等他再拿下江州，想除去他就更难了。魏昭伤你之事，朕只能当作不知，你也别闹。”东宅换来7州将领，将准备好的礼物送与他们。他对部下向来赏罚分明，恩威并重。各参军笑着接受。曹参军眼尖，瞅见案几上的红毯小案：“将军，那又是什么？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？”魏昭打开，是7颗东珠，颗颗温润动人，是珠子中的极品。不消说，定是给那江姑娘的。咱们将军心善，替仇人养妹妹，还养得这么好。哎，我说将军，我家中也有几个能吃能喝的妹妹，你要不要？要的话，我连夜给你送过来。滚！他有点郁闷，江一欢是囚徒，为何要给他这些好东西呢？为何自己会被他拿捏呢？江一欢花几天时间理完账，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伙计的工钱也太多了，除去工钱之后，铺子根本就赚不到钱。魏老夫人怒了：“铺子不大，怎么就要20个伙计？蒙谁呢？”老夫人一眼就识破了症结所在，他们欺我脸嫩，我不敢处置。哼，此事还轮不到你处置，我亲自去。他气儿不喘了，腿也不痛了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坐上马车，赶往药铺。众位儿媳恭送他出大门，婆婆却发威了，至少闹上半天，他们落得个清净，恨不能敲锣打鼓相送。魏昭深夜揣着匣子回来，犹豫要不要给江一欢。给他吧，肯定会继续蹬鼻子上脸。江一欢已经睡着了，朱贤打着哈欠出来，告诉他最近江一欢做的事情。江姑娘把老夫人治得服服帖帖的，还鼓动老夫人去药铺问责。老夫人回来后累得哼哼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连那夫人的气色都好不少呢。
众儿媳们都说江姑娘对上魏老夫人是一物降一物。魏昭笑笑，这只呆头鹅。进了江一欢屋子，将匣子放在他枕头边上。嘿，可算抓到你了，我正等你呢。你等我做什么？珍珠我给你放下了。我猜也是大珍珠，明天我就缝在鞋子上。我给你看样东西，是用流光锦做的，保证你喜欢。不必，我不需要。魏昭以为他缝了东西给自己。啊，你也用不着吧？我不是要给你，我就是让你看一眼。魏昭想看看就看看，江一欢拉到他窗边，月光淡淡的透过窗棂洒入，朦胧如雾。你要让我看什么？江一欢乌发如流水般，雪白的锦袍格外醒目。他脱下锦袍，露出流光锦肚兜，不愧是流光锦，瞬间就夺去了月华。魏昭呆住，赶紧闭眼，手忙脚乱地给他裹上衣服，但他太高估自己了，衣服没给人家穿上，倒是摸了不该摸的地方，掌心忽得像火烧一般。一欢傻愣愣的，你就是让你看，没让你摸啊。你的手好烫啊。魏昭此刻别说收手了，连耳尖都是烫的。平日里潇洒从容的魏少妇差点没被门槛绊倒。院中朱贤瞧得稀奇，主人这是又挨揍了？瞧他这副丢了魂的样子。一大早上的，魏老夫人喝着粥呢，庆幸今日江一欢没来找他。小孩子家他又能坚持几天，跟我呢他还……正说着，江一欢怀里抱着匣子来了。老夫人，我来看你了，你瞧瞧，我带了大珍珠。嬷嬷，你给我盛碗粥，我还没用早食呢。嬷嬷应声是。江一欢一手抓住虾饼，一手打开匣子。老夫人，魏昭给了我大珍珠，我想缝2颗在鞋子上，肯定很神气。这么漂亮的珍珠，你要缝到鞋子上？是啊，听说老夫人院中婢女的针线活好，别来找老夫人帮忙。老夫人哼了哼，嬷嬷凑近细看珍珠。哎呦，这可真是好东西啊！我找人给姑娘缝上。活计不算复杂，不多时，江一欢就得到一双带珍珠的暗纹云头鞋，漂亮极了。一欢啊，还剩有5颗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还没想好，不过老夫人肯定不稀罕这些，我就不孝敬你了。他穿着珍珠鞋，抱着珍珠匣跑了。魏老夫人张张嘴，他还是稀罕的。魏昭从来没有送过礼物给他。3日后，书贤，我是在做梦吗？这些哪来的？回姑娘，这是主人命我搜集的芍药名品，给姑娘赏玩。他跑断腿才重金收集到这么多盆，主人还不大满意，他想掐死他。魏昭人呢？主人在书房，他有点无聊，姑娘要不要去看他？江一欢挑出一捧最饱满的芍药花，跑去找魏昭。魏昭，你看，你给我买的花。见他一副困倦无力样，江一欢大着胆子斜坐到他腿上，花香扑过来，少女身上的馨香也扑面而来。魏昭神色微滞，一欢，你是姑娘家，不可以随便坐人家腿上。江一欢哦一声，跨坐在他腿上，抱住他的脖子。你想面对面坐，看着我的脸是吧？魏昭愣住了，花瓣擦过他的耳畔，小姑娘讨好道：魏昭。他努力将自己缩小，窝在他怀里。我最喜欢你。3日后，江姑娘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可知何人找我？回姑娘，他们说是你的至亲。见鬼了，我除了哥哥哪来的至亲啊？是父亲母亲诈尸了，那真是天大的好事。他喜滋滋地摆着裙摆走到门口，却见一对穿绸缎衣服的中年夫妻，他们神情殷切，望着他的眼睛亮得发光，好像他是块大肥肉。江一欢有点迷糊。2位找我？你们是？夫人愣了一下，热情唤道：你就是一欢吧？好外甥女儿，你还记得我们吗？不记得了。江一欢脑子里乱乱的。夫人笑得像朵金菊，扯扯身旁的男子：一欢，这是你嫡亲的大舅舅啊，打小就疼你。原来是你们。10年前我同哥哥去你们家借粮，你们把我和哥哥赶走，1粒米都没给我们。夫妻2人尴尬地对望一眼，这孩子记性可真好。夫人眼睛转了转，笑道：一欢啊，你可真水灵，比你母亲漂亮多了，怪不得赵大官喜欢。你们找我何事？是想卖掉我换钱？我知道，京城青楼多，像我这样的能卖很多钱。我们哪儿敢啊！你将来是要做官夫人的。一欢，你是我嫡亲外甥女儿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你们看清楚了吧？我挺好的。是，我早就说过你是有造化的。是吗？你们曾说我与哥哥是穷鬼，身上有穷气，不能传染给你们。
没有的事儿，这话肯定是你二舅母说的，我才不是那种人。哎呦，一欢啊，你身上的料子真漂亮，叫啥名儿？魏芷如朝他们翻个白眼儿。这叫流光锦，是江南贡品，今年贡得10匹，陛下赏我哥哥6匹，我哥哥全给了一欢了。许氏一听，暗道来对了。一欢啊，魏少妇有多大年纪？我听说他……你们差不多得了啊，一欢还有事儿呢。我们不敢打扰一欢，马上就走。一欢，咱们多年没见，我们做生意赚的不少，这些给你零花。舅舅舅母，你们做何生意啊？我们做山珍海货，在荆州有10几家铺子，也置了宅子，就在绿柳巷，空了你就来，咱们多走动。好的，舅母，我会去找你们的。示意伙计送客。轰隆隆一声响，雨点噼里啪啦砸下。东宅，江一欢小口啃着冰镇苏珊。芷如啊，你将来得多生女儿，少生儿子。为什么？生儿子不好吗？魏芷如诧异，魏老夫人也皱眉。得多生儿子才是正理。在我们梧州，有户人家生了7个儿子，有7个儿媳，但婆婆不待见儿媳，天天给他们立规矩，这不是应当吗？这个婆婆格外过分，几个儿媳不堪折磨，便买了包耗子药，把全家都毒死了。最惨的就是婆婆，儿媳妇把她的身体扔进锅里煮呢，腿锯下来当柴烧。当真？这案子闹得很大，交大理寺副使。前几日我去大理寺，乔少卿还同我聊呢，说我们梧州夫人刚烈。老夫人别担心，你虽然有5个儿媳，但他们任劳任怨，对你服帖顺从，他们应该没藏耗子药。魏老夫人说道。是啊，几位儿媳强忍着笑意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江一欢拍拍圆滚滚的肚子，喝着香茶，谈论各庄儿媳杀婆案，各种手法层出不穷。即使夏天，魏老夫人身上却一阵阵发寒。一欢啊，这会儿雨小了，你该回去找昭儿了。明早若是下大雨，你们不必给我请安，我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婆婆。儿媳们差点笑出声。是婆婆，听我的，别私藏耗子药，那不是好东西。是婆婆。一欢，你怎么知道那么多谋杀案呢？江宜欢虽然长了些肉，但身体还是单薄的，承受不住她的重量。魏芷如手臂又勒住她脖子，她喘不过气儿，几乎要吐出来。放开我！魏芷如，把他放开！你在做什么？你没有看到他很难受吗？魏芷如慌慌张张的，赶紧松开手。她这才发现江宜欢脸色涨红，眼里也有泪花。宜欢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回到寝屋里，她还在干呕，胸口胀疼，甚至肋骨也疼。魏昭叫来大夫。他怎么回事？上次吃樱桃碧螺，他也吐过。回将军，江姑娘就是吃的太多，要节食啊。江姑娘没别的，纯粹是吃撑了。魏昭恼了。她这么瘦还要节食，你到底会不会看？江姑娘从前吃的少，把胃养小了，如今得控制进食量。我除了呕吐，还喘不过气，胸口好疼。大夫再次把脉，为难道：这姑娘除了脾胃虚弱，确实没有别的毛病了。杨健，拿我的令牌去东宫，请点医署院手过来。主人且慢，属下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姑娘可是胸口胀疼，连2侧肋骨都疼。是啊，这就麻烦了。你怕是……朱贤一脸的高深莫测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还年轻呢。江宜欢急哭了。她到底怎么了？江姑娘怕是要换肚兜，她肚兜小了，勒着当然难受。我前天就想提醒她，给忘记了。江宜欢和魏昭都愣住了。趁他们发愣间，朱贤赶紧溜走，主人好像要揍他。魏昭给江宜欢拉上床帐，低声道：你把那什么给脱了吧。江宜欢钻进被窝，伸手解下肚兜。朱贤没骗他，解开之后舒服多了。魏昭，我好多了。你没事就好，我走了。江宜欢拽住他，魏昭闭上眼不看他。你又怎么了？江宜欢说出许氏夫妻之事，摸出800两银票。我吃你的用你的，花不着钱，这些给你用。你在外头打打杀杀的，怪不容易的。魏昭好笑，他知不知道1尺流光锦多少钱？一枚东珠多少钱呢？你收着吧，我不用。小呆子这么大方，他还是有点感动的。不白给你，你帮我揉一揉。揉揉。江宜欢指指胸前，魏昭又羞又恼。你自己动手，我走了。
江宜欢的800两银票到底还是硬塞给魏昭了。你一定得收下，不然我也给你。我会经营好药铺，以后赚到的钱全给你。梁健暗笑，自家将军这是吃上了软饭。魏昭捏着银票，上次裴侍郎赔给他的银子被朱贤借走赌光了，许家给的这800两是小呆子的全部身家吧？心中百感交集，站在窗前发怔。他不日就要离京巡视了，江宜欢身边虽有朱贤，但朱贤行事托大，未必能护好他。思忖一会儿，唤来玄字营精锐。从今日起，你们暗中保护江姑娘，如果被她发现你们，就听她的命令，但务必要保证她的安全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江宜欢将全部身家交给魏昭之后，换上衣服去绿柳巷，瞧瞧舅舅舅母去，顺便看能不能捞点钱。魏竹最近黏他，也跟去凑热闹。来贵客了，来了大贵客，是魏少傅家的人。宜欢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们让我多走动吗？我来了，你们不欢迎？欢迎，当然欢迎。你们几个快打招呼啊，叫妹妹。许家的6个儿子一字排开，声如洪钟。欢迎表妹来咱们绿柳巷。魏芷如费劲地仰着脖子，江家的6个儿子个个高大壮实，就像铁塔一样。他是不是得提醒江宜欢给许氏讲一讲儿媳杀婆案？舅舅舅母，我有6个表哥。不是6个，是7个。你还有个表哥在屋里读书呢。你妹妹来了，你还躲着不见，看我不刺了你的书！将3儿子从书房揪出来。许三郎比他们的兄弟斯文一些，对江宜欢与魏芷如行了个礼，就站在一旁。许氏骂他：“你哑巴吗？快叫妹妹啊！”三表哥，你怎么了？江宜欢笑眯眯地问他。许三郎从回忆中醒过神儿：“没什么。舅舅舅母，三哥当年偷偷给我们吃的，就冲他，我认你们。”见他还记得当年之事，许三郎有点感动。这姑娘不是忘恩负义之辈。许氏夫妻尴尬地笑：“宜欢，我们别的没有，银子够使，你若有需要就来找我们。”商人虽然有钱，却被人瞧不起。今日魏家马车露面之后，让他们在绿柳巷出尽了风头。江宜欢瞥向许三郎：“舅母，三哥斯文，我药铺缺个掌柜，请他过去帮我如何？”好，那就叫他们给你帮忙。儿子读书虽好，但商人之子不能参加科考，也不能做官。如果依附士族，或许还能踏入官场。午饭就在许家吃，是地道的江南菜色：红烧狮子头、烟熏火腿、清炖狼山鸡、樱桃扣肉。江宜欢一边吃饭一边抹眼泪，诉说自己在梧州的苦日子。舅舅舅母，原来你们吃的这么好，怎么不早点带我？说起来都怪你母亲，非要嫁给你父亲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。作为商户家的姑娘，小姑子吃穿不愁，但她偏要嫁穷书生，指望飞黄腾达之后做官夫人。后来怎么样？后来穷死了。待她告辞走时，许氏夫妻往她马车里塞满山珍海贝干货，都是好东西，外甥女多拿点，给魏家人尝尝鲜。晚间魏昭回来之后，他犹豫再三，告诉江宜欢自己将要离京巡视。巡视是必要的，你在家乖乖别闹，我可能会早点回来。在途经的驿站，他都备有良驹，路上不会耽搁的。待处理完公务，就立即返京。江宜欢抬起乌黑的眸子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魏昭拉了拉她漂亮的发带，眼中有些酸意：“你别哭啊。”魏昭，我前几日还替你发愁呢。你老待在荆州，部下难免会生出异心，你可算要离京了。去吧，去巩固你的权力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魏昭一阵无语，见江宜欢一脸巴不得他出门的样子，愤愤然道：“是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你那位好哥哥，等我抓到他，定要把他流放8000里，不，流放1万里。你哥哥就改名叫江万里吧。”朱钱屈着魏昭的脸色，他能明白主人的心情。活该啊！半夜时分，魏昭又悄悄溜到江宜欢床头，小呆子会不会偷偷哭啊？并没有，江宜欢睡得十分香甜，偶尔还咂咂嘴。小呆子，整日喊我的名字，这会儿怎么不叫了？他恨得想在他饱满的唇瓣上狠咬一口，又怕惊醒他。见他薄被滑落，魏昭给他拉上去，却披见一抹柔软银白，就这么晃了眼。次日，江宜欢揉着眼睛起床，魏芷如欢欢喜喜来看他。宜欢，我大哥离京了，你开不开心啊？魏昭一走，他就可以尽情撒欢，不用担心被骂了。江宜欢扁了扁嘴，他后知后觉，魏昭离京了，不知何时回来，他们分开了。思念不舍一下子涌上来，他早时也没有胃口吃，哭了个天崩地裂。魏家女眷劝都劝不住，
足足哭了2天，直到许氏夫妻带7个大表哥在外面求见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是魏少府不要你了？江一欢没有说话，出钱瞪过去。我家主人最爱江姑娘，怎么可能不要她？好不容易哄好了，可不能再被他们弄哭了。得知魏昭没有不要外甥女儿，许氏的心才放回去。一欢啊，你莫难过，让你哥哥们带你玩。可我还要管药铺呢。你那铺子我给你盯着，保证给你弄好。他观察过江一欢的药铺，铺子经营不善，赚不到多少钱，还不如改卖干货呢。那我们玩什么？今日风大，我们去乐游园放风筝，我会扎风筝。江一欢来了兴趣，江千里给他扎过风筝，小小一只，能让他高兴许久。7个表兄齐上阵，扎了7只巨大的风筝。一众人跑去乐游园，那里有片大空地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在放风筝，多是精美秀气的蝴蝶、蜻蜓、飞鸟。江一欢一出现，瞬间夺去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毕竟是7只巨大的风筝，外加7个大男人狂奔呼喊，想不令人瞩目都难。哥哥们，放高些，再放高些，把他们全都比下去。7个哥哥齐声回道：好嘞，妹妹。裴念芳捏着自己的小兰花风筝，难以置信。他哥哥不是被流放了吗？这7个壮汉哪来的？众人惊异地瞧着大风筝，又瞧瞧快要乐疯了的江一欢。江一欢眼中有些湿润，好想让魏昭陪他放风筝啊。哎呦喂，江姑娘，我可找到你了。是傅希婷，她刚从京兆府大牢放出来，吃尽了苦头。妹妹傅希荣告诉她，这一切都是江一欢害的。出钱用身体护住江一欢。你想做什么？哇，这位威猛的公子，你长得好高啊！你是射太阳的夸父吗？你不认识我吗？你上次还要杀我妹妹呢，我也被魏昭送进大牢。哎呦喂，牢饭太难吃了，我娘说我瘦了很多。怎么可能呢？公子，你真的认错人了，或是你妹妹认错人了？傅希婷挠挠头，是吗？她总觉得自家妹妹脑子不大聪明，尤其最近妹妹午睡惊醒之后嚷嚷着不要吃眼珠子。你不姓江吗？你错了，我哥哥们姓许，我能姓什么呢？你瞧，远处几个放风筝的就是他们。哥哥们，你们回来，赶紧回来！7个大表哥应声，马上回来。傅希婷鼾声道：哦，哎呀，还真是我弄错了。哎，许姑娘，你表哥们的风筝能不能借我玩一玩？等他们跑到跟前时，你自己问他们。等他们上前，我就不怕你。哼！裴念芳收了风筝上前，凄凄哀哀地唤道：江姑娘。他还没取得江一欢的信任，得多和他套近乎。傅希婷一听，睁大了眼睛：江姑娘，你是哪个江姑娘？她当然是江姑娘，为将军新迁见上的人。你大牢事还没做够吗？小心他再把你送进去。干嘛呢？傻大个子，说你呢！7个比他略矮些的男子站在他面前。哥哥们，他上次推我过，害我磕伤了。许家大哥二哥怒了：你横是吧？弟弟们，别愣着呀！7个兄弟们齐齐上阵，拳脚相加，狂揍傅希婷，一顿痛殴。许家兄弟将他抬走，扔到不碍眼的地方。裴念芳吓得缩成一团。一欢，你叫他们哥哥，可你哥哥不是被流放了吗？是流放了一个，但我还有7个。裴念芳又怕又羡慕，江一欢的母亲这么能生啊！徐三郎跑过来：妹妹，我们把他打服了，他以后再不敢到你跟前，还有谁欺负你？裴念芳抖得更厉害了。江一欢刚要答话，却见从许三郎的袖中掉出一本书。裴念芳讨好的捡起来，弹弹上面的灰尘。张德文选，公子也喜欢这个？许三郎见漂亮姑娘搭话，吭哧道：是我喜欢张德文选。你最喜欢哪一卷？第12卷。好巧，我也最喜欢这卷。许三郎根本就来不及阻止，完了，那是他写的艳情画本，还是龙阳版。裴念芳翻到中间，小脸爆红。这是张德文选，是张德太子写的，那我得好好读读，我哥哥也喜欢。不。小狐狸扒光了书生的衣服，坐在书生的腰上，亲向他胸前的这俩字不认识，跳过。书生翻个身，反客为主，将小狐狸他往也不认识，跳过。小狐狸气喘吁吁，好哥哥。书生笑脸，好弟弟。裴念芳和许三郎都愣在原地，江一欢捂住嘴：朱贤啊，我真是拿刀划眼尾，开了眼界了，就是有些字认不全，可惜了。你得有做兄长的样子。
主席，三哥很有做兄长的样子，张德太子写这个写得很好，怪不得有这么多人怀念他，连魏昭都没有说过他坏话呢。不，这不是张德太子写的，别侮辱他。在他们如刀的眼神下，许三郎面红耳赤。是区在下写的。他天性散漫，不爱做生意，也不爱做文章，就爱写画本。为了不让家人察觉，他才换上正经文集做封面，默默念叨得罪，最近得罪的是张德太子。朱贤啧道：“你就有这本领？这画本写的带劲儿，不像有些画本一到关键处就写得云里雾里的，让人瞧不明白。”江一欢过了放风筝的瘾，夫妻亭也奏了，心满意足的带着一众哥哥回药铺。许氏夫妻见他们回来，迎上去：“一婚回来了，玩得高兴吗？”“高兴。舅舅舅母，我这铺子挺好的吧？”“你这铺子地段好，铺面也大，但最近几年药材行情不大行，你不如改卖干货，有你舅舅供货，保证你能赚钱。”“舅舅舅母，你们不会坑我的钱吧？我会巡店，也会查账。”“小祖宗，我们比谁都盼着你好，谁稀罕你这几个钱？”他们图魏家庇护，哪会算计江一欢的仨瓜两枣？江一欢问朱贤：“你觉得可行吗？魏昭能同意吗？”“主人不会有意见的。”江姑娘便是一把火烧了铺子，主人怕是也无二话。江一欢放心了：“舅舅舅母，铺子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只管数钱。魏昭说了，我不能太操心。”“只管交给我们，保证给你赚到钱。”江一欢把药铺改成干货铺的事儿告诉恒氏：“夫人，本钱由我舅舅垫付，等赚到了钱再还给他们。如果赔了，舅舅说算他们的。”“都随你，都随你，我没意见。”儿子将铺子给他，本就是让他闹着玩，随他去吧。江一欢兴致高昂，一头扎进赚大钱的计划中。赚钱，他要赚大钱，养魏昭，睡魏昭。等将魏昭说服贴之后，再捞哥哥回京。店铺的药材全被轻置到库房，招牌变成山南海北干货铺。江一欢坐在柜台后，喝着温温的补品。魏昭可说了，他得补身体，每日至少要喝2盏燕窝。许三郎凑上来：“一欢妹妹，你哥哥被流放到哪里去了？”“岭南。当我哥哥逃了，他可能会自己跑去岭南，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”“恕我直言，深山老林多瘴气，吸入后会陷入昏迷，你哥哥怕是凶多吉少。”“什么？还有瘴气？我哥哥怎么办？”“深山老林里啊，哥哥总不可能卖身于母兽吧？他再大的魅力都没有用武之地，只能等死。他会不会已经变成滋养荔枝树的肥料了？他的泪水一滴滴掉进燕窝里，含泪吃补品。”朱钱也心疼了：“姑娘别哭了，咱们去问太子殿下吧，他应该知道你哥哥的近况。”“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”“啊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”朱贤发誓。许氏一听江宜欢要去见太子，不由得睁大眼睛，外甥女儿居然能见到太子，本领真大呀！将山珍海贝装了几个大礼盒，带上这些给太子尝尝，不能空手。太子救过我，是得给他带礼物。太子在寿春殿处理公务，听闻江宜欢来了，忙让人将他带进来。江宜欢眼睛通红，不忘行礼：“太子殿下。”“江姑娘，你怎么哭成这样？是不是魏少妇不在，有人欺负你？”江宜欢抽抽搭搭的不说话。朱贤替他说：“江姑娘是担心他哥哥，太子殿下可知江千里近况？”“原来是为这个。孤与魏少妇都没有收到江千里死亡的消息，他应该还活着。”“真的吗？你没骗我？”“真的，我没骗你。”太子柔声柔气的哄他。江宜欢收起眼泪：“好吧，殿下，我最近开了家干货铺，给殿下带了点尝鲜。”太子又惊又喜。魏昭从他这里搜刮东西，江姑娘却送礼物给他，人和人的差距真大。见他鞋子上坠的珍珠，眉间不禁一抽，这不是他的大东珠吗？晨间，魏芷来与魏昭怎么回事？他们关系不大对啊。魏芷如以当他是自家人，索性将当年之事说来。祖母爱疑神疑鬼的，大堂哥没少遭白眼，而大伯母心情柔切，只能忍着。别人欺大堂哥，芷兰也跟着欺负，他拿石头砸大堂哥，大堂哥也不躲，就那么冷冷的瞧着他。他怎么能这样啊？那时芷兰也就几岁大，还不懂事呢。不懂事？要真不懂事，他为何不拿石头砸自己？江宜欢的眼睛里涌起水汽。里长家的小孙子朝他扔石头，在他额头砸出大包，重得跟鸡蛋似的，半个月都没消下去，他疼得睡不着觉。孩童其实最聪明啊，他们就是有恃无恐，觉得受害者无法抵抗，便可以肆意欺凌。再见到魏老夫人与魏芷兰，他冷冷地瞪着这两个讨厌的人，搞得魏老夫人莫名其妙，这孩子吃错药了。别仗着我哥哥瞅你，你就给我脸色看！
等我父亲回来，我哥哥会把你送回乡下。我哥哥最听父亲的话，父亲最听我的。即便是你哥哥将我送走，我也不怪他。我倒要问问你，你哥哥当年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拿石头砸他？是芷如告诉你的吧？我是砸过他，但别人伤他伤得更严重，他都不计较，为何不原谅我？因为你是他亲妹妹，他才更痛。你可有向他道歉？你可有让他砸回来？我还要道歉？什么？你觉得你不用道歉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如果道歉，哥哥就会原谅我？才不是！道歉是为你做了错事，不代表别人就得原谅你。魏芷兰正然，他哪敢在魏昭面前提当年之事啊？僵持中，府上来了宫中嬷嬷。老夫人、夫人，陛下为平原公主准备宫宴，贵妃娘娘请府上女眷前往。魏老夫人与恒氏领旨谢恩，江宜欢来了兴趣。宫宴？好啊，我要穿最漂亮的衣服去。宜欢啊，此次宫宴我不便带你。夫人，你为何不带我？恒氏暗叹，还能为什么？儿子已经为他打了3皇子，如果带他入宫，万一他在宫宴上生事，谁能护住他？我担心你会出事儿，在家等着可好啊？好吧，夫人。江宜欢耷拉下小脑袋，他失望地离开了，眼中没了光彩。不怪恒氏，他也是为他好。搬着小板凳等在魏家大门口，默默念叨：魏昭啊，你回来吧，快回来。桌前暗道：真是呆子啊！姑娘别动了，主人没那么快回来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想等他。宫宴日，魏芷兰、魏芷如装扮得光彩照人，跟着恒氏与魏老夫人上了马车。江宜欢草草地洗了把脸，也没有心情梳头，扒拉着大门，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离去。魏老夫人虽然嫌他聒噪，此时也有点不忍。恒氏啊，要不咱们还是带上他吧。恒氏却道：母亲，若他在宫宴上出了事情，谁向西光交代呀？魏老夫人不说话了，她确实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见江宜欢难过，朱贤穿着五彩锦衣凑近玄衣：玄衣哥哥，你有没有办法让江姑娘开心起来？抱歉，我只负责江姑娘的安全，不关注她的喜怒哀乐。哎呀，别这么死板嘛！你若讨了江姑娘欢心，主人说不定会赏你。你确定主人会赏我，而不是罚我？啊，也是哈。你长这么好看，万一江姑娘爱上你，主人定会把你流放，跟江千里作伴的。哼，所以说你别害我，还是等主人回来亲自逗她开心吧。铺子里有许三郎守着，江宜欢今日干脆不去了，就守在青云街口。此时城门大开，魏昭率兵回城。梁健快累死了，自家将军可真是好体力。他们星夜兼程，每到驿站只休息2个时辰，便换新马匹出发，硬是将赶路的时间缩短大半。行到青云街时，魏昭远远地看到一位少女，她乌青柔滑的头发垂在腰间，穿广袖衫静立，活像一幅仕女图。见到她，静止的画儿忽然动了。魏昭，魏昭，魏昭，魏昭！他一叠声呼唤，魏昭眼睛发热，手比脑子更快，将他拎上马背。江宜欢高兴到失语，他抬头仰脸，魏昭低头，两人的唇瓣堪堪碰到。江宜欢脑中一片空白。你小呆子。大白天的，他们这样好吗？好，主人快22岁了，在马背上亲个姑娘怎么了？梁健也道：好。主人拼了命的赶回来，如若对着江姑娘无动于衷，那他真得怀疑他能不能绵延后代了。你在家中还好吗？我母亲还好吗？好，他们进宫了，参加殿下为平原公主举办的宫宴。你为何没有同去？你母亲担心我在宫中出事，便让我留在家中，可我想去呢。好，你等着。外面礼官道：神武将军太常卿广陵相国武安侯太子少傅到。不是礼官想念的这么长，而是魏昭要求的。他表里如一的嚣张。平原公主悄悄探出头，却见一年轻男子配御剑而入，行走之间如松如竹，身边还跟着位少女。少女衣饰华贵，小脸柔嫩如花。皇帝有些头疼，魏昭回来的真快呀，还赶在这个时候。魏昭拱手行礼：微臣见过陛下。爱卿回来了。你身边这位漂亮姑娘是？回陛下，她是江千里的妹妹江宜欢，微臣将她从梧州乡下接来。爱卿啊，江千里是不该行刺你，但她妹妹是无辜的，你得善待她。答应朕，莫拿她撒气。魏昭动了动嘴，想骂关你什么事儿？江宜欢的眼圈一红：陛下，我来京城这么久了，你才嘱咐他吗？他如果不善待我，我哪活得下来啊？
皇帝轻咳，魏将军请落座。江姑娘，朕让宫人给你寻个位置，你就坐。他身份有点尴尬，就让他做女眷席末位吧。陛下不必麻烦，他与我同坐即可。魏昭拉着江宜欢在男宾席挑了个最好的位置坐下。皇帝脸上有些挂不住了，哎呀，这等末节小事儿就随他吧。回到魏府，江宜欢只管围着魏昭转，粘人的很。魏昭暗自高兴，曹参江说的没错，江宜欢多思念他呀。却听江宜欢又说起他气味威猛的大表哥，英俊冷酷的玄一，以及俊美的太子。太子殿下真好，我最喜欢他。你最喜欢太子？为何？他对我多好呀，柔声柔气的哄我，还给我甜点吃呢。魏昭恼了，感情只要对他好，愿意照顾他，他就喜欢人家，那他算什么？江宜欢揉了揉眼，钻到他怀里。魏昭抱抱我，我要在你怀里睡一觉。看着他长睫头下的阴影，魏昭又恨又无力，没心没肺的姑娘。怀里的人突然小声哼哼：魏昭，你回来真好，我又能横着走了。他头一歪，睡着了。魏昭冷笑两声，他就图他权势。小呆子。主人，属下找你有很重要的事情。是朱贤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有急事儿。魏昭僵住，抱起江宜欢放到榻上，他阴着脸开门。你最好真是有很重要的事儿。非常重要，今天是大阴大凶之日，不宜圆逢，会有血光之灾。朱贤，你是不是欠了一屁股债，想去阎罗殿做工还债啊？当然不是，属下是为你们好。是谁告诉你这些的？是玄一，玄一懂占卜。魏昭回想玄一的模样，是朱贤会喜欢的男人，他正色道：玄一确实懂这些，他的2个儿子都是经过占卜圆房生出来的，可爱的很。朱贤傻住了，玄一有2个儿子，他成亲了？这么好看的男人，他咋就成亲了呢？见他大受打击的样子，魏昭冷笑而去。谁让他不痛快，他就让谁不痛快。次日，江宜欢被门外的动静吵醒，推开门，朱贤领着2对婢女捧匣子进来。他像霜打过的茄子，无精打采道：姑娘，主人去东宅处理军务，这是他送你的不值钱的礼物。红宝石、镶金步摇、事事如意白玉簪、粉碧洗手链、金丝凤尾发冠、珍珠纱帐。啥？你管这叫不值钱？进来，你们快进来！心肝砰砰直跳，将东西一样不落的锁进抽屉里，上了2把大铜锁。魏昭东宅，太子金冠束发，温柔含笑的样子颇为悦目。魏昭打量他：太子殿下，你是不是很受女子喜欢？实不相瞒，姑娘们大多都喜欢姑，但姑从不乱来，不然东宫都塞不下了。他递给魏昭一只匣子，平原公主给你的，里面是把镶宝石的铜剑，纹饰精美，是工匠所制。我不能收，还请殿下转告公主。少妇，平原公主是姑娘家，她在向你示好，你就算拒绝也得委婉些吧。少妇，平原公主是姑娘家，她在向你示好，你就算拒绝也得委婉些吧。实话实说不好吗？将军，江姑娘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江宜欢提着裙摆而入，惊喜道：太子殿下还在啊？江姑娘来了，你上次送姑的干货味道不错，姑与太子妃都喜欢。是吗？殿下喜欢就好，我再多送些过去。说了半天，可不可？坐下吧。江宜欢哦一声，坐在太子身旁。魏昭脸微黑：谁允许你坐太子身旁的？过来坐。江宜欢只得舍弃太子，坐到他身旁。太子眼泉轻笑：少妇啊。太子殿下，东宫事务繁多，微臣就不留你了。江姑娘，你空了就来东宫，姑有礼物给你。说到礼物，魏昭将装有铜剑的匣子塞给他，拿回去。魏昭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。太子摇头，捧着匣子离去。江宜欢，坐过来。啊，我不就坐你旁边吗？魏昭不说话，江宜欢坐到他腿上。是这个意思吗？魏昭不理他，谁要跟傻子说话，气都气死了。他生气的样子格外的赏心悦目。江宜欢胆色涌上来，抱着他的腰，仰脸亲吻他。魏昭，他睁开眼，扣住他的后脑勺，附上他柔润的唇瓣。宜欢，张嘴。张嘴可以，但你不能把我送走，我不想再回梧州。你是我的囚徒，
我要将你绑在身边。江一欢放心了，乖乖张嘴。东宅绿树成荫，遮住了夏日的暑气，厅中冰剑里冒着丝丝冷意。他有些慌张，微微挣开一点儿，却失手打翻了案几，上面名贵的茶盏全都碎了。魏昭动作停住，没事的，别怕，不怕。同时朱贤一阵风似的跑进来，将军，江姑娘，此事万万不可，正午元逢是大忌中的大忌。江一欢嘴唇红肿，不安地扯着魏昭。是吗？魏昭狼狈地抱住他，此刻他想把天下姓朱的人都杀了。直到2人之后，朱贤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，仍是心有余悸。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刻。江一欢在铜镜前梳妆。朱贤，我们都被狠狠亲过，他为何不与我同屋而睡？他又不是太监，与你同榻而眠，他会控制不住化为禽兽，把你一点点吃掉，你哭都来不及。吃掉？对，将你拆骨入腹，吃干抹净。江姑娘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江一欢怕了。你别说了。东宫，太子一头扎进了寿春殿。少妇救我！太子，发生何事了？太子告诉他，方才太子妃与梁帝一起问他今晚宠幸谁，他被他们缠得不行，便回孤选魏少妇。堂堂太子，哪能被逼成这样？你想和谁睡就与谁睡，出息呢！太子引进了一盏凉茶水。不谈这个了，孤与你说点正事。西南蛮族快要到京了。西南蛮族要来？你忘了？西南王每隔3年都会来祭奠张德太子。如今平原公主还活着，蛮族首领一定会见他，助他站稳脚跟。魏昭不语，江州就紧挨着西南，皇帝推出假的平原公主，怕是有多重用意。少妇，你今晚就陪顾，咱们挑灯处理政务，怎么样？恐怕不。堂堂少妇，晚上与谁睡都不能做主，你该不是怕江姑娘吧？这可不行，出息呢！魏昭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夜间，魏府一弯月牙悄悄地挂在天空，风中带着些许热意。江一欢在榻上滚来滚去的。魏昭怎么不回来？我想他。朱贤也想起玄一的俊脸，悲从中来。玄一他怎么就有了2孩子呢？玄一得有20岁了吧？他有2个孩子也不奇怪吧？可主人都22岁了，他也没成亲啊，连个女人都没睡过。他在等我睡他呢。魏昭的脸，魏昭的身体，魏昭的肌肤，他都喜欢。强撑到半夜，他还是没能等到魏昭，象征性的哭了2声，抱着他的花草入睡。次日早间，妹妹，咱们铺子里来了宫中的人。宫里的人？江姑娘，本王是来向你赔罪的。上次我不该当街将你带走。这事儿都过去多久了？他今日才来道歉，谁信？我不信。你是不是挟持我害魏昭？三皇子苦笑。姑娘误会了，我来见你主要是想补偿你。听红炉四卿说，你铺子里的干货不错，以后皇宫里的干货皆交由姑娘供应，你看可好？当真？我正想找陛下商量呢，他应该补偿我，因为他我都没了哥哥。父皇自是同意，宫中干货原是由我朋友供应，但我决意让给你。这么好的事情，江一欢哪能不同意呀？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多谢姑娘给我补偿的机会，望姑娘以后不再记恨我。他朝江一欢拱手告辞，摆足正人君子的风度。他真的好能装啊！姑娘看出来了。这事儿我必须告诉魏昭。马车行驶没多久，被一人一马逼停了。男子声音冷淡：“马车里的姑娘，请你出来。”不要！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？不管你是谁的人，先从车里下来。江一欢奔出来，眼前是位戴银色面具的男子，身姿笔挺，衣袍在风中翻滚。公子年轻高大，身材又好，我要做你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江一欢扑过去，挂在他身上。我说，我想和公子睡觉，公子愿不愿意？男子手臂揽住他的腰，掌心烫得很。他嘻嘻一笑，揭开男子脸上的面具，魏昭英俊的面容露出来，带有几分委屈。江一欢蹭他的下巴：“我早知道是你。”魏昭悻悻然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在骗人呢？也许他就是见人家身材好，就愿意跟人家走呢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你哥哥还活着，他到了胶州，陛下给他换了个身份，让他掌管胶州军务。为了让他安心，皇帝便向你示好。太好了，一欢今晚不睡觉，庆祝哥哥东山再起。等他回京后，我要好好陪他。魏昭噎了噎，江
江一欢，是我最重要，还是你哥哥最重要？你要知道，前面既加了最字，就只能选一个。他讨厌有很多个最重要。徽章，你别那么霸道嘛，我不想选。不行，你必须选一个。好吧，你非要如此，那我就选我哥哥。魏昭气急，狠狠捏住他柔韧的脸颊。没良心的姑娘，好想弄死江千里。不多久，停在一栋宅子前，院子里挂满防风4角宫灯，房屋大气雅致，花园也精巧，一看就很贵。徽章，这就是你带我来的地方。是，过段时间你就搬过来。什么？你不让我住魏府了？你……他委顿在地，揪着他的衣袍哭。你不能这样，你怎么就反悔了呢？反悔什么？你不喜欢这里？你是不是想拿宅子打发我，想和我断了关系，不娶我了？魏昭一愣，没想到他有此误解，索性将错就错。正是，宅子与我，你2选1吧。他今晚定要赢一次，赢不了江千里，还不能赢过宅子吗？江一欢哭了，这还不好选吗？卓贤说魏昭在京中有许多套宅子，哪能因为一套宅子就放弃魏昭呢？我当然选你，你当我傻的吗？魏昭跟宅子比赢了，高兴的嘴角上扬。我没说不要你，宅子是给你住的，你不是想要大宅子吗？父亲快要到京了，江一欢大概在魏府住不长，得给他安排好住宅。江一欢用他的衣袍擦眼泪，顺势捏捏他结实的手臂。好了，这些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了，高兴点。梁建硬着头皮上前。将军。魏昭瞧他神色，就只有重要之事。晨间，江姑娘是吧？奴婢是东宫内务官，姓蒋，奉太子之命前来找姑娘谈事。找我谈事情？是这样的，太子觉得姑娘此前送他的干货不错，便想东宫此类货物都从姑娘铺子里采买，姑娘意下如何？我没意见。江一欢高兴得差点蹦起来，太子是在给他送生意呢。蒋内官报了个数量，许三郎激动道：这么多？这还只是1个月的用量。1个月？那以后每个月都从我们店里裁判吗？正是如此。江一欢笑得合不拢嘴，让人封了银子给蒋内官，恨不能将他送到东宫，把蒋内官给高兴的。许三郎也兴奋，东宫1个月的采购量就足够养活这家铺子的，他完全不用担心生意，可以专心写话本了。